最后2次，呼气早了。知道了。还是有些不习惯呀。怎么就这么好看呢？公子，您不是睡觉吗？怎么还睁开眼睛了？我在推演今后3年。那您平日里都在摆弄的那一盘沙子，是在做什么呢？我在推演今后3000年。3000年？如果你冥思苦想，耗尽心神，用无数时间写了一篇极佳的文章，觉得此生再也写不出这般好的文章，结果却不慎让纸稿落入灶中，被烧成灰烬，你如何想？不敢想，想着便心疼。不是疼，是痛，很痛苦。那个人只能重写了。是的，除了重写还能如何？可是原来文章里的精彩词句，还有那些精妙典故都记不起来了，怎么办？记不起来自然就不重要。记不起来的词句典故，如何谈得上真正精彩？再写一遍，必然是篇更好的锦绣文章。那，公子您推演出了些什么？今后3年雨水咋样？时间到了。啊？我姓吕，青山宗南松亭门师，负责培养新入门的外门弟子。100年来，宗内不知多少良才皆出自我手。数日前，我得知，在这个柳家村有一个叫做柳10岁的孩子，是天生道中，100年难得的修道良才。于是我亲至此地一探究竟。然而此刻，我却被他身旁的白衣少年深深吸引。我修行多年，好看的人见过不少，可无论是朝歌城里那些世家子弟，还是水月庵里那些美丽的女弟子，都无法与此人相提并论。修行界里流传一句话：极智者不凡。所以尽管他道心尚志，天赋不佳，我还是讲出了那句不知讲了多少遍的话。你可愿意随我修大道，求长生？难道这样就行了？那位仙师不需要时间看看我的品德？心性。对，就是这个词。修道当然只看天赋，心性随年月而变，如何看？难道你还真以为仁者无敌？难道不是吗？书里都是这么说的。当然不是，无敌者才无敌。
到了。哦，吕师兄回来了啊！想着如此良才，总要早些送进宗门才能安心呐。赶路急了些。师兄这话好生夸张啊！我倒要瞧瞧你到底觅了一个怎样的天才。这是我派南门登陆仙师明兴国。入内门之前，你们要成师叔。明师叔，吕师兄，你今朝果然机遇不凡呐！是小的那个。不错，不错，天生道种。不错。那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进来啊！来。姓名60岁。姓名不是年龄。我就叫这个名字，不可以吗？别说10岁，你就算想叫万岁也行。你呢？京九，朝歌人。你虽然资质不佳，但只要勤加修炼，也会踏上大道的。啊，10岁呀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他们是主仆。天生道种居然与人为仆，不管他们以前是何等关系，但一入山门，凡间事便再无意义。难道你没对他们说过？今年新收了不少外母鸡呢，听说有交件，我肯定也能。是来了，别说了。律师，就等你们2人了，赶紧入列。公子，仙师是怎么来的？路上没见他超过我们呀。哇，这人好帅啊！这个公子长得这么好看。哇，快看，这谁呀？好身材，好俊啊！就你吧，不知道是。哇，这人怎么这般好看？这张脸是怎么生的？气度也不凡，说不定是招得来的贵族子弟。你不觉得他的耳朵很怪吗？让开！好可爱啊！这里是入门口诀，你们要好好研习。世间修道者众，各派功法各殊，境界划分不一，本质并无区别。我青山宗大道至简，共有3层境界，分别为初境、次境、大境。初境分为2个阶段，一为有仪，2为报神。报神境圆满，可参加内门考核。通过后入内门喜剑阁学习，可称喜剑弟子。此时才算真正踏进了修行的大道。
直通守一为次境。喜见西弟子入直通，可取剑；直通境圆满，可御剑飞行。而至守一境圆满时，剑完必产，可参加成剑大会。若表现不凡，可被九峰收入峰内。此后的境界皆为大境。当进入无章境后，剑丸大成，可收剑入体，是为修行界真正的强者。而你们现在要学的是出境法门，我希望5年之内，你们都可以报神圆满，进入内门。60岁。您叫我？不错，你的资质极佳，是为天生道种，更要努力修行，给我青山宗一个惊喜。他是天生道种啊？不会吧？咱们青山宗天赋异禀的弟子无数，可这些年里也没出现几个天生道种啊。是啊，除了赵腊月师姐，便只有天光峰上那位，由掌门大人亲自收为关门弟子的卓师兄了。刘师弟，我叫薛勇哥，你可以叫我薛师兄。哦，对了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间小院歇息，你准备挑哪间呀？若是不怕夜袭生烦，贾四间倒是极好的选择，离剑堂近，能够时常请教仙师，而且院外种着一片正阳花，花香清幽，颇有正义敬神之效，与我等修行颇有裨益。薛师兄，谢谢了。各位师兄师姐，请让一下。公子，等等我。天生道种居然给人做书童，这可真是太奇怪了。转身未曾万物空，只是已经多少年。没有意，哪儿呢？就算没有意，哪儿呢？掌门师弟，你究竟是以大局为重，还是心中有鬼呀？